里海一声巨响，伊朗的货船倒在了乌军的炮火之下，伊朗彻底炸了，喊着要报复乌克兰。泽连斯基则称，乌克兰和伊朗早就处于战争状态了。战场之外，俄罗斯疯传一组神秘导弹残骸照片，疑似乌克兰用上了欧洲新武器罗塔布洛克1巡航导弹。反观俄罗斯，普京在镜头前亲口承认，被吹成无敌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精度有大问题。与此同时，法国野火持续蔓延，逼近核导弹燃料和阵风的生产工厂。法国被迫动用 A400M 军用运输机灭火。乌俄战场和中东战场在里海上方交汇，乌克兰和伊朗会打起来吗？乌俄和美伊两场战争要合二为一了吗？里海早就成了俄伊的重要运输线，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零部件装船之后，从伊朗北部港口出发，沿着里海一路向北，直达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港。到了俄罗斯境内，再转铁路、公路，最后送到乌克兰前线。早在4月美伊停火期间，多家媒体就先后爆出，俄罗斯和伊朗大幅增加了经里海的军事物资运输量。这条运输通道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虽然伊朗嘴上一直说自己从未介入乌俄冲突，但是暗地里和俄罗斯的互相支援都不需要火力军多说，看看乌俄战场上天天飞的沙赫德就知道了。乌克兰早就瞄上了这条通道。2025年12月，乌克兰全局就已经干过一票，打击了2艘被美国制裁的伊朗相关船只。到了这个7月，正片终于开始，远程打击力量越过上千公里，扑向里海，打击多个军事目标，其中就包括1艘闪电级导弹艇，外加2艘货船，奥利亚港2号和贝吉号。前者属于被制裁的俄罗斯航运公司，专门从伊朗往俄罗斯运军用物资，后者也不遑多让，运输弹药、炮弹、防弹衣和头盔的时候，把自动识别系统关掉了，生怕别人不知道这艘船有猫腻。爆炸余波刚散，伊朗那边就炸开锅了。据伊朗外交部声明，1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攻击，爆炸造成1名船员死亡，至少1人受伤。随后召见乌克兰驻德黑兰代办，大骂这是敌对和犯罪行为。至于这艘船运的是什么，明明就是钢材，哪有什么军用物资？事情到这里还算正常，直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了个帖子，火力军愿称这位为顶级拱火大师，他反手把帽子扣到以色列头上，说乌克兰干这些事全都是听了以色列的指示，目的是把欧洲拖入中东的战争。为此，他还专门给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打了电话。这一下算是彻底把事情闹大了。俄罗斯那边先是表达哀悼，说是帮忙撤离了别的船员，至于别的，俄罗斯什么也没说。不过没关系，伊朗自己人顶了上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基奇放话，任何对伊朗的攻击都是有代价的。伊朗国家媒体更是直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覆盖乌克兰全境，看起来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好像时刻要向乌克兰发射导弹一样。消息传到乌克兰那边，泽连斯基有话说了，伊朗早就把技术给了俄罗斯，这跟参战有什么区别？真要算下来，伊朗早就参战了，别在这里装无辜。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伊朗充满报复意味的宣言，也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难道伊朗真的要打乌克兰吗？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愿意看到战火持续蔓延。乌克兰已经扛了4年多，每天都有城市在挨炸。如果再被拖进第2场战争，那不是勇敢，而是灾难。伊朗那边呢，跟美国打了好几个月，导弹库存被打掉一大截，这时候再跟乌克兰开战，那美国更有理由打下去了。伊朗实现自己命太长吗？所以从表面上看，伊朗喊着要报复，但喊打喊杀是一回事，真打是另一回事。火力军先给各位吃一颗定心丸，伊朗不太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2场战争也不会就这么合二为一。从纯技术角度看，伊朗能打到乌克兰吗？肯定是能的。伊朗手里确实有几款中程弹道导弹，能从伊朗北部打到乌克兰，比如加德尔和埃马德，这俩是伊朗从流星3基础上改出来的液体燃料，射程大概2000公里，弹头750公斤左右。埃马德稍微新一点，弹头带了个小翅膀，说可以末端机动，但2021年测试的时候只飞了1800公里。再比如塞吉尔，2008年就首飞了，固体燃料加2级推进，发射准备时间短了不少，射程也是2000公里级别，弹头700公斤。最唬人的是霍拉姆沙赫尔，据说这东西的射程能到4000公里，从伊朗北部发射打到基辅绰绰有余，听着都挺吓人。但是这些导弹都有个共同特点，老。加德尔和埃马德的原型流星3技术源头是朝鲜的火星7，而火星7的原型是苏联的飞毛腿臂，一条从上世纪60年代传下的技术线，精度、可靠性、突防能力跟现代导弹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霍拉姆沙赫尔虽然射程远，但是用的液体燃料，加入燃料就要几10分钟，
发射阵地根本藏不住。乌克兰的盟友卫星天天在天上盯着，可能你还没点火，人家已经知道了。尤其是伊朗和俄罗斯还有一个共同毛病，嘴上吹得高大上，一到实战全歇菜。最经典的莫过于3月那一次，伊朗打急眼了，想在全世界面前秀一秀肌肉，向位于印度洋的英美联合基地迪戈加西亚岛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结果一枚导弹因机械故障在飞行中坠毁，一枚被拦截，而这一次发射的很可能就是霍拉姆沙赫尔导弹。还有4月那一次，伊朗在中部的萨维市发现一堆残骸，激动坏了，立马向全世界宣布那是被他们击落的 F-16 残骸，结果很快就被打假。他们公开的照片里没看到一点 F-16 的相关部件，反而全是导弹特征，最有可能的就是加德尔和艾马德。总之又是一出导弹发射之后因故障坠毁的典型。所以这些导弹在理论上确实能打到乌克兰，但是真要投入实战，霍立军估计乌克兰可能是最不需要担心的那个，反而是路上那些国家要头疼一下了。比如俄罗斯，毕竟对伊朗来说，要打乌克兰最友好的路线就是从伊朗北部出发，飞越阿塞拜疆后进入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地区，在北上进入乌克兰。要是伊朗真的动手，没准会实现史上最搞笑名场面之我要打的是乌克兰，导弹怎么炸了俄罗斯。更关键的是，伊朗手里还有多少导弹存货，跟美国和以色列打了几个月，库存消耗巨大。虽然不同情报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还剩70%，有的说只剩一半，但是有一点是共识，伊朗的导弹不是无限的，打一颗少一颗。这些导弹是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看家底牌。如果分过去打乌克兰，那伊朗所有领导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值吗？正因如此，霍立军才会给出前面的判断。别看伊朗嘴上喊得凶，但是大概率不会和乌克兰打起来，至少不会大规模打。一来就是霍立军前面说的，宝贵的弹道导弹库存要留着打美国和以色列；二来，就算设计枚导弹到乌克兰，能改变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乌克兰的战争物资来自美欧，伊朗炸掉几个乌克兰城市，俄罗斯在前线该打不动还是打不动，反而会彻底把乌克兰推向和伊朗全面对抗的立场，加大在里海袭击伊朗船只的强度。而乌克兰背后的欧洲会有什么反应？阿拉格齐口口声声说乌克兰要把欧洲拖入中东的战争，他可能都没意识到这句话说反了。如果伊朗真的导弹打基辅，欧洲还能坐得住吗？到时候真正把欧洲拖入战争的恰恰是伊朗自己。伊朗最有可能做的就是趁着这几天多放几句狠话，毕竟面子要撑住，最多再往俄罗斯偷运一些军用物资，盼望着俄罗斯给力一点，帮自己报仇。但是真要跟乌克兰干仗，基本是不可能的。至于2场战争合2为1，那也不太可能，这2条线本质不在一个频道上。乌克兰没有动机去帮以色列打伊朗，他们只是想打掉俄军的补给线，逼俄罗斯在战场上确有少弹，就这么简单。而伊朗也没有动机去跟乌克兰全面开战，他们的核心利益在中东，没有必要上赶着和乌克兰结仇。最重要的是，全世界都不会允许这2场战争融合，各自在各自领域打个局部热战就行了，谁都不想经历第3次世界大战。当然，这是火力军的推测。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乌克兰的里海的这次袭击模糊了2场战争之间的界限，每一方的每一次动作都有可能被另一方解读成更深的敌意。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态势下，只要出现一次误判或者意外，就可能彻底点燃战火。没人想看到2场战争变成1场，但没人能保证它不会发生。火力军只希望双方能理智一点。里海这边吵得不可开交，俄罗斯那边却传出来一组照片，神秘导弹残骸惊现俄罗斯。在传出来的照片里，机身碎片、内部电子元件、尾部方向舵和复合稳定翼散落一地。俄罗斯的军事博主们相当得意，看，不管是什么导弹，反正是被我们的防空系统拦下来了。但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亲手拍下的照片是欧洲最新巡航导弹第一次出现在实战中的铁证。战区等媒体一拿到照片就开始了分析，幸亏这些博主拍到了尾部信息，尾部距离弹头最远，爆炸后最容易保留原有结构，所以是识别型号的关键指标。果不其然，经过对尾部的分析，这款导弹的信息被人扒了出来。尾翼构型、双稳定翼、金属圆柱机身，确定与荷兰迪斯坦努斯公司的卢塔 Block 1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但它在乌克兰的武器库里已经待了快2年了。迪斯坦努斯至少从2024年开始就向乌克兰军方供应了卢塔导弹。泽连斯基早在2025年10月就公开确认了卢塔已经投入实战。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拍到过残骸，所以谁都没把这款导弹当回事儿。现在只是验证了这个武器的存在而已。按照官方参数来看，这款导弹的射程超过300公里，战斗部150公斤，导航系统3管机架，惯性导航、卫星导航加视觉导航，就算 GPS 被干扰也能打中目标，飞行速度约 0.7 马赫，地面用助推火箭发射，然后低空贴地飞行。大家听了这些参数，感觉不算惊艳对吧？
如果感觉不算厉害，那就对了。因为从一开始，迪斯泰努斯公司就没打算跟风暴阴影之类导弹比性能参数。那些导弹一枚几百万美元，打一发心疼半个月。他们设计卢塔 Block 1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不是造一款多厉害的武器，而是造一款乌克兰用得起的武器。所以卢塔 Block 1的定位就两个：便宜量大。荷兰政府资助采购了大约700枚卢塔，合计差不多5亿美元，等于说一枚卢塔也就70万美元出头。大家想想，风暴阴影那些导弹，一个个拎出来都是几百万美元，打一枚少一枚，补充周期又长，所以每一枚都得精打细算。打一个弹药库值不值？打一个指挥所值不值？有了卢塔之后，就不用考虑这些了，反正直接扔卢塔就行，不需要每一枚都打出花来，只要成本够低，数量够多，就能持续不断地打击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压迫。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本身就不算多厉害，他们可以拦住1枚、10枚，但是拦得住100枚吗？这就是卢塔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不追求单枚导弹有多先进、多难防，他追求的是我打出去的每一枚，你都得花更大的代价去防。最让俄罗斯头疼的是，他们发现卢塔跟乌克兰的海王星巡航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海王星射程能到500公里，已经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行动中证明过自己了。被击沉的莫斯科号就是它最大的功勋。现在又来了一款更便宜、能量产的版本，完全是给防空系统上强度来了。再看俄罗斯那边，普京还在头疼一件事：锆石的精度问题。据塔斯社报道，普京在圣彼得堡跟海军官兵开会的时候，亲口表明，一枚锆石就价值不菲，但是精度有问题，还需要改进。火力军想问一句，既然到现在还在改进精度，那以前打出去的锆石都打中了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只有俄罗斯自己知道答案。这也不怪俄罗斯吹锆石的时候只管逮着速度吹，什么9马赫速度、1000公里射程，天下无敌。问题是速度再快，打不准有什么用？更扎心的是产量。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估算，俄罗斯2026年全年计划生产的锆石导弹只有30枚，而7月的前19天，俄军已经打出去了20枚，打掉了全年产量的2/3。那接下来的俄罗斯还能扔什么导弹？俄罗斯还在为导弹发愁，而法国则忙着救火，一场野火烧到了核武器的家门口。据法新社报道，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之一，过火面积超过10万英亩，相当于4个巴黎。火势一度距离波尔多市区只有15公里，超过22万人被迫撤离。但真正让人捏把汗的不是烧了多少树，而是火烧到了什么地方。野火直接威胁到了法国一堆关键军工设施，包括阿里安集团在圣梅达尔、昂雅勒的2座工厂，专门给 M51 潜射导弹装填推进燃料的那2座。M51就是法国核潜艇上扛着的家伙，这是法国整个核威慑力量的底牌。火要是真烧到这里，后果没人敢想。旁边还有个达索航空的工厂，这是造阵风战斗机机翼的地方。阵风不仅是法国空军的当家花旦，还是法国军工出口的摇钱树。如果生产线停了，耽误的不只是法国空军的换装，还有钱。再往旁边看 ，MBDA 的导弹发动机厂、赛丰、泰雷兹的工厂全在火线附近。这些工厂周围还蹲着 CEA 塞斯塔研究中心。这里有一个更吓人的东西，用于核武器设计与维护的赵焦尔激光装置，这是欧洲独一无二的设施，用来模拟热核聚变条件。说白了，就是不用真引爆核弹就能研究核武器。这东西要是没了，那对法国的核武器研究就是致命打击。这哪里还是一场野火，分明是对法国国防工业的一次正面冲击。目前，达索已经紧急把敏感设备从马蒂尼亚斯厂区往梅里尼亚克转移了。阿里安集团把所有受影响设施的人员全部撤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直接关闭了波尔多附近的军事和研究设施。吉伦特省省长连夜组织土方工程，在军事设施周围挖防火隔离带，能做的防护措施全做了。但是面对火灾，不能只有防护，还要想办法灭火。法国政府干了一件从来没人干过的事，首次实战部署 A400M 军用运输机来灭火。这架飞机搭载的是空客开发的滚装式消防套件，一次就能投22吨阻燃剂，不用对机身做永久改造，装上就能用。而且这东西的拆装只需要1到2个小时，随时能变回运输机，不会把一架昂贵的军用运输机永久死在灭火任务上。用军用运输机灭火听着奢侈，但法国人没得选，因为民用灭火飞机不够用了。据法国信息台报道，法国全国一共有12架 CL-415 灭火飞机，由于维护和保养问题，同一时间最多只有5到7架能飞，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级别的火灾，所以只能出动军用运输机。值得庆幸的是，法国不是独自在战斗，欧盟也出手了。通过欧盟公民保护机制，捷克、克罗地亚、德国、葡萄牙、斯洛伐克、瑞典和土耳其向法国派了7架飞机和4架直升机。欧盟的科白尼卫星系统也在实时提供火势蔓延地图。这场火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法国在和平时期的应急能力比想象中要薄弱。
现在这场火还没灭，新一轮热浪来袭，气温还要回升，干旱还在持续，火势可能再次加剧。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极端天气正在成为常态，究竟如何才能保护战略设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伊朗会怎样报复乌克兰？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